大家好，欢迎来到大猫宇宙。录制第一期视频的时候，正是2026年的新年伊始，不知道大家新年的第一个月过得如何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我想应该有很多小伙伴都在这个月制定了新年的新计划吧。翻开社交媒体，我们会发现很多制定计划、立 flag 的帖子，至少对我这样一个制定过很多次新年计划的人来说，其实会遇到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 flag 会塌。这样的情景在社交媒体上也依然不断的出现着，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呢？具体来说就是新年来了，我要好好制定计划，好好执行，但是最后却变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面对同一张前方前进的地图，始终站在同一个起点，没有一分一毫的进展，就好像时间停止了一样。说到这一点呢，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电影，名叫《土拨鼠之日》，给我了启发还是挺多的，就想和各位小伙伴分享一下。表面上看，这个故事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设定，就是一个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每天早上6点醒来，都会发现世界回到了同一天。闹钟响的是同一首歌，电视里播放着同一段天气预报，出门会遇到同样的人，被问同样的问题，甚至连路上的那个水坑，他都会一次又一次地踩进去。一开始他很快意识到时间在重复，他尝试离开这里，但暴风雪总会在每天晚上固定出现。他被迫回到同一家旅馆，睡在同一张床上。当他意识到明天不会来的时候，他开始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明天，那我今天做什么还有意义吗？接下来他几乎把所有可能的路都试了一遍，他胡来、冒险、违法，甚至一次又一次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第二天早上6点，他还是会醒来，并且醒在同一天。有一个场景特别重要，他试图救一个流浪汉，但是无论他如何努力，那个人都会死。那一刻，他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到，有些事情不是多靠几次尝试就能改变的。电影的真正转折不是时间结束了，而是他不再等待时间结束了。他不再每天醒来就想着今天能不能离开这里，也不再反复计算这一切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他开始意识到，如果时间不会给他下一步，那他只能在这一天里自己创造一点不同。时间仍然停在同一天，小镇也没有任何变化，但他开始在这一天里主动走向不同的方向。他开始改变自己和时间的关系，他开始学钢琴，学冰雕，认真记住镇上每一个人的名字，知道谁几点会出现在街角，谁什么时候需要帮忙，也开始在意这些人正在经历什么。他帮助他们解决的都不是什么人生的大问题，只是眼前的一些小麻烦，只是修好一辆车，接住一个孩子，陪一个人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但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让他第一次不再觉得这一天是空的。在这些日子里，时间没有往前走，但他已经不再只是被动地活在这一天里了。直到有一天早上，闹钟再次响起，他醒来的时候发现窗外下起了新的雪，身边的人还留在床上，时间终于离开了那个被重复了一整部电影的清晨。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部电影让我意识到了一件事，我们常常会用时间和结果来判断自己有没有在前进。比如这一年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月有没有完成什么计划，新年立的 flag 有没有实现。可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把全部的意义都压在结果上，那么在结果出现之前，时间就会变得特别空。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时间也许不是用来证明我有没有前进的，而是我在时间里
有没有生成一些新的理解。比如，我有没有更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某些问题反复吸引？有没有更清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有，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那我们感受到的就不会是空。也许从外面看来，一切都还在重复，时间、环境、位置都没有变，但是只要体验在发生，理解在发生，人其实就会已经在用一种很缓慢但很真实的方式往前走了。所以回到一开始，新年计划 flag， 也许他们本身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我们有时候会把全部的意义都压在什么时候会看到结果这件事情上。如果你最近也有一种感觉，好像很努力，但生活并没有立刻往前走，那也许并不是你停住了，也许只是改变正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发生。只要理解还在生成，连接还在发生，这一天就不是空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在心里想一想，这一段时间我有没有比之前多懂自己一点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因为这个视频对于自己有了一些新的理解，也欢迎你在视频的下方留言。欢迎来到大猫宇宙，我们下期见。